这个男人看起来穷，却被迫娶了108个老婆，只因一场冰雹，导致无数人流离失所。为了安置流民，官府强制发放人口，别人都只要吃得少还有力气，而你却大手一挥，我全要了。疯了吧！这大荒之年，自己都吃不饱，哪还有粮食养别人？王员外那样的人家也只领了2个有力气的汉子，他什么家庭，居然这么大口气？官差一脸狐疑地走到王道面前，打量了一番，见他打扮也不像是大户人家。你拿我开涮的，这么多人你怎么养活？大人，小人是个猎户，可以教他们捕捞围猎，人多力量大，进山一次就能收获半月的吃食。狗屁的猎户，明明是王家村的一个小乞丐。我说怎么这么眼熟，好久没看到，还以为已经饿死。你小子吹什么牛？连老子都不敢进山，就凭你乖乖排队，再胡闹成你丫的！王道不敢说话了，他是真有信心养活这些人，因为他前不久刚觉醒了开荒系统，在系统的辅助下，家里的猎物都快堆成山了，但却没有看家护院的人手。要这些人就是想扩大自己的团队。我选他，有力气，能干活。我选他，不但能干活，还能暖床。那我要这个漂亮。逆子，你要是敢给我带个不能干活的回来，我打死你！那我还是要更能干活，也能暖床的吧。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很快就只剩下阿道和他身后的一个壮汉没有领，而那群流民中也只剩下一个干瘦的男子，看起来勉强算个劳力，剩下的都是老弱妇孺。此时轮到阿道，他还没说话，一个瘦弱的女子突然冲过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老爷，求求你收留我吧，我啥都能干，洗衣做饭，下地干活我都可以。我已经被选了3轮了，如果这一轮再没有人带我走，官府也不会再帮我，再回去当流民，我一定会饿死的。阿道叹了一口气，只有身处乱世，才知道活着有多不容易。姑娘别哭，你先起来说话。老爷答应收留我了吗？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，阿道确实也想要一个有力气的汉子当帮手。他下意识地看了那个精瘦男子一眼，不曾想那精瘦男子脸色一变，转头对官差道：官爷，刚才这位老爷说要领人去打猎，可那深山中全是长虫猛兽，我要是跟了他，肯定是死路一条啊！有口饭吃就不错，你还挑上了。哎，官爷，既然他不肯跟这个吹牛的，就让他跟我好了。我家是种地的。吵什么吵？等前面的选好了，才轮得到你说话。说完，官差看向阿道，等他做出选择。但阿道已经对那个精瘦男子失去兴趣。他虽然需要帮手，却也不是什么歪瓜裂枣都愿意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金娥。那以后就叫你小娥。跟我去登记吧。谢老爷。很快，阿道就带着李金娥做好登记，领了他的卖身文约，而那个壮汉则是如愿的领走了精瘦男子。瘦是瘦了点，但至少是个汉子，比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娘们有用多了。我们也走吧。等一下。阿道带着李金娥正想离开，却被那官差叫住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危险的气息。刚才你说这些人你全都要，现在本官答应你，把剩下这些妇孺都带走吧。公主，这家伙一看就不靠谱，我们还是逃吧。怎么，你刚才不是说这些流民你全都要了吗？现在想反悔？此时阿道心里已经乐开了花，但为了不被官差怀疑，还是有必要演一下子。大人，这不太好吧？一个男人都没有，领回去也没用啊。没用，拿出那个大婶出来，打他。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担心他们没用吗？就这力气，什么活干不了？可是女人胆子小，进山打猎的话，还是要男人才行。要男人是吧？那个白胡子老头，嘿，肌肉是挺大，但估计活不了几年。我不能坑你。那个矮子，对，无耻差半寸那个，就是你。这小子不诚实，我留衙门管教管教。那个小鬼，出来！想必这些奇形怪状的你也不敢要，那这几个留下，其他的你带走吧。还真是一个男丁都不肯给，当我是白痴吗？大人，没有男丁的话，恕小民不敢从命。你敢跟我谈条件？信不信一刀劈了你？这么多妇孺，我带回去也养不活，自己也得饿死。既然横竖都是死，那还不如大人给我个痛快。你，之所以不给男丁，是因为担心人多为患，怕这些流民找不到吃的就聚在一起当山贼。但上面下了死命令，今天必须把这群流民送出去，不然又要吃衙门的粮食。
几个歪瓜裂枣，加一群老弱妇孺，就算这小子动什么歪心思，也掀不起什么大浪。罢了，完成任务要紧。嘿嘿，你小子有种！行，这几个奇形怪状，还那些老弱妇孺都给你了，去登记吧。谢大人。但是有一点，领回去就必须给饭吃。要是让我知道你饿死了人，小心我宰了你。阿道连声应是，心里却是知道，在这人不如狗的灾荒年代，饿死人真的太正常了，根本管不了。10几号人，那小子怎么可能养得活？饿死就饿死吧，这年头朝廷都快没粮了，让这傻小子把人领走，省下来的粮食才能进到我们的肚子里。阿道做好登记，就带着10几号人浩浩荡荡的离开了。他所居住的王家村是方圆100里受灾最严重的地方，从穿越到现在，整个村子就只有他一个活人。今天这么多人回来，总算是让这沉寂的村子多了一丝生气。这里就是我家，以后你们就住这里了。老爷，这么小的房子能住下我们这么多人吗？当然能。看起来比我之前住的破庙还差。你确定你有粮食养活我们吗？我又没疯，没有粮食，怎么敢领你们这么多人回来？阿道语气很是笃定，但众人还是满脸担忧。这条件怎么看也不像是能养活他们的样子。公主，我就说这人不靠谱吧，跟着他肯定会饿死。趁现在还有些力气，我们逃走吧。逃？怎么逃？这天下哪里没有饥荒？所有人都在为粮食发愁，连那些当差的都面黄肌瘦。反观此人倒是气定神闲，红光满面，不像是挨过饿的。公主的意思是，他真的有粮食？先静观其变。阿道此时也不再多说，直接伸手去开门，刚推开一条缝，就听见里面咯咯咯的鸡叫声。鸡？是活鸡？我是不是饿昏头了？居然听到了鸡叫声。我也听到了，听起来还不少嘞。老爷，咱们家真的养了鸡吗？要知道，在这灾荒年代，不知多少人饿得只能啃树皮，能养得起鸡的，简直就是土豪中的土豪。众人还没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，更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。呵呵，欢迎各位加入我的团队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成员增加，系统升级为团队模式。团队生产物资可获得积分奖励，团队消耗物资可获得10倍返还。卧槽！10倍返还，这下是真的不用担心粮食不够吃了。阿道不再耽搁，带着人一起进了院子。一进门，所有人眼睛都直了，就连见惯大场面的邻国公主，此时也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只见院子里有鸡有鱼还有羊，死的活的都有，还有一些分不清是什么动物的肉干。老爷，我没做梦吧？你家里怎么囤这么多肉？打猎打来的，吃不完就只能囤着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无论是小娥还是其他人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他们又不是没见过打猎的，深山不敢去。而那些田间小河，能捉些蛤蟆就谢天谢地了。这时有些人的肚子已经开始叫了，看着院子里那些肉，都开始咽口水。见状，阿道会心一笑，看样子大家都饿了，谁会做饭？我会，我也会。一听做饭，很多人都举起了手。这个年代，不会做饭的女子少之又少。老爷，是煮稀饭吗？还是做面汤？这个咱家没有米，也没有面。说起来，阿道已经很久没喝过稀饭了。没办法，之前系统给的全是打猎工具，家里只有肉。那我们吃什么呀？吃肉啊！这些肉干，你们想煮着吃还是炒着吃都随便。所有人都呆住，一脸的不敢相信。他们以为肉是老爷才能吃的，他们能喝点稀饭，闻闻肉香就不错了。在这个肉比黄金贵的灾荒之年，谁会把这种好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？老爷，我们真的可以吃肉吗？当然，随便吃。老强，老爷好。你带着大强和小强一起宰2只羊，烤1只，炖1只，给大家吃饱。看着满桌子肉食，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在做梦，直到羊肉进到肚子，他们才敢相信，因为那真实的饱腹感不会骗人。公主，这人还怪好的嘞。自从大秦王国以来，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多肉。如此看来，暂时跟着他倒也不错，至少不用饿肚子。别高兴得太早，如此挥霍，怕是维持不了多久。到时候我们又得回去当流民啊！那怎么办？赵明月皱了皱眉，他虽然身份高贵，但现在国破家亡，外面还有一群反贼在追杀他，好不容易有个容身之所，他也不想很快就没了。当流民的日子确实不好过。我去找他谈谈。此时阿道正跟老强这一家3口相谈甚欢，毕竟团队里就这么几个男丁，还是3个奇人，阿道喜欢得紧。这时赵明月走了过来，王公子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别人都叫老爷，而眼前这个女子却只叫他公子。对此阿道并不意外，因为系统的存在，团队里每个人的身份他都一清二楚。毕竟以前是公主，千金之躯，跟在场其他女子比起来，见识和学识都不是一个段位。明月姑娘吃的可好？挺好的。阿道猜测赵明月此时找到自己，应该是要秀一下她的学识涵养，甚至讲一番大道理，却怎么也没想到，刚走到没人的地方，赵明月就俏脸通红地说：“
敢问公子，今日事情可有心仪之人？若是没有，妾身毛遂自荐，愿侍奉公子。别的女人都在狼吞虎咽的吃肉，而身为前朝公主的她，却毛遂自荐要给这个男人暖床，只因她看得更加长远，想要在这个遍布饥荒的世界活下去。重要的不是今天能吃多少肉，而是能不能抓住眼前这个男人。今晚谁第一个侍寝，谁就是大房。前尘往事已成云烟，不如赌一把，某一个将来。本以为以自己的姿色，男人肯定心动，可话说出去许久都没见男人回话，心中顿时一紧，眼泪也夺眶而出。公子莫非是看不上我？不是，姑娘误会了，我带你们回来的目的不是要你们给我暖床，所以不必如此。公子骗人！我观公子红光满面，必然火气旺盛，又一次带回来这么多女子，不为暖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善。什么？赵明月愣住了，这世道能活下来就不错了，哪还有善？或许姑娘不信，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让更多人活着。王家村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热闹过了，我喜欢热闹。喜欢热闹就去人多的地方，为什么要把食物分给不相干的人？饥饿、恐慌、人人自危、饿殍满地，那样的热闹我不喜欢。我还是不理解。那这么说吧，能力越大，责任就越大。我有这个能力，也愿意担这个责任。姑娘放心，留下来就好，不必强迫自己做违心的事情。能力越大，责任就越大。阿道走了，赵明月心中的震撼却久久不能自拔。他本以为阿道只是一个有能力的山野村子，却没想到能从对方口中听到能力越大，责任就越大这样的话，简单粗暴，却智吞山河。能力越大，责任就越大，呵呵，有意思。丁，团队消耗羊肉200斤，鸡肉80斤，鱼蛋60斤，获得10倍返还，奖励已发放到系统仓库。才吃这么点，战斗力不够啊！看样子得赶紧加人。此时众人都已经吃饱喝足，一个个乖乖的站起来，安静的等着阿道安排。每个人都神色恭敬，充满敬意，生怕下一秒就被赶走。毕竟这个世道哪里还能找到给他们吃肉的人？大家都吃饱了吗？没吃饱继续吃。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好久都没像今天这样吃饱过了。谢老爷。老爷，今天实在太饿了，才吃这么多。以后我每天吃1顿就够了。我2天吃1顿都可以，还能干活。我3天吃1顿。众人开始担心自己吃太多会被赶走，于是都开始主动要求减少饭量。3天吃1顿，谁说的？老爷，我说的。以后你1天给我吃8顿，一天吃不完20斤肉就给我滚蛋。还有其他人，以后每天最少吃3顿，能者多劳，吃的越多越好。但最低标准是每天必须吃完5斤肉。我这不养闲人，谁都别想偷懒。所有人都懵了，还是第一次见逼着下人吃肉的，这老爷到底是有多富？接下来阿道开始给众人安排工作，而此时村口来了一群不速之客。就是这里了吗？没错，听说那小乞丐领了10几个小娘子回来，简直是不知死活。那么多小娘子，与其饿死，不如让兄弟们快活快活。公主，掐我一下，我咋感觉像在做梦？咱们真的能一直吃肉吗？能力越大，责任就越大。他那么自信，应该能吧？又忍不住联想到方才自荐枕席的事，赵明月顿时一阵俏脸发烫。幸好一旁心思单纯的小翠并没有发现。这王公子真是个好人，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。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不好，是山贼啊！那我们赶紧逃走吧。不能逃，得赶紧通知王道公子。说完，赵明月也顾不得洗碗了，赶紧向着院子方向跑去。不好了，王公子，村口来了一群山贼。山贼！一听山贼，院子里那些女子顿时脸色煞白。灾荒时期的山贼是最恶最凶残的，烧杀抢掠不说，饿极了还会吃人。大哥，好香的肉味，这破村子居然有肉吃。看样子还是肥羊。兄弟们，今晚咱们不仅有乐子，还有肉吃。给我冲！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，这鸟不拉屎的破村子，不但有这么多小娘子，还有这么多肉，老天爷待我们不薄。离门口最近的李金娥已经吓得双腿发软，一下子跌坐在地上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小娘子，你说我们想干什么？今天这村里的一切，包括你们，都是老子的了。臭娘们，你找死！住手！哟，还有个不怕死的，小子，你就是这群人的头。几位好汉要是饿了，那边还有些烤羊腿，你们尽管拿去吃，吃完了就请离开吧。离开！
小子，老子不但要吃肉，还要你身后的这些女人，你给吗？独眼龙眼神贪婪地看向阿道身后，那些女子顿时神色大变。被山贼带走的下场，他们多多少少也有听说，不是饿死，就是被折磨死。怎么办？刚过上安稳的日子就遇到山贼，我的命好苦啊！老爷人这么好，肯定不会把我们送给山贼的吧？可是山贼这么多人，就算老爷不肯，也保不住我们。就在所有人都感到绝望时，阿道开口了：“肉可以随便拿，但我的人，你一个也带不走。”不知死活！说完，独眼龙一刀劈向阿道，而同一时间，阿道也从怀里掏出了一把真灵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黑影快如闪电般掠过，只见老强一步踏出，后发先至，精准地扣住了独眼龙的手腕。30年的苦练，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。老东西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好不容易有个安身之地，想动我家老爷，我高启强第一个不答应。你就是传说中的丐帮帮主高启强。哦，你听说过我的故事？当年带着一帮乞丐把黑风寨3000人杀得片甲不留，震动江湖，威名远扬。怎么现在落魄到这般田地？你帮里的那些兄弟都饿死了吗？看什么看？上啊！哎呦哎呀！叫人啊！老爷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要不要？现在摆在阿道面前的有2个选择，一是把这些人嘎了，2就是留下来劳改当劳动力。就在阿道犹豫时，独眼龙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这位爷，把我们留下吧，我们都有力气，能干活能种地，比那些娘们儿有用多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先保命，找到机会就通知山寨。先把他做掉。为什么？哼，看你不顺眼。小强走上前，把独眼龙往外面拖。独眼龙怒吼：“有本事把我们全杀光！”那就全都做掉吧。你个王八蛋，死还要带上我们？做兄弟在心中，我们可是喝过血酒发过誓的，一起上路不是理所当然吗？我当然你。几个山贼被老强他们3人拖出去处理掉，但那个山贼头子临死前的威胁，如同一片乌云，笼罩在了王家村的上空。小子，杀掉一个我，还有千万个我。阿道明白，这些山贼的同伙迟早会找到这里，想要在这乱世中守护这片小小的家园，只有粮食是不够的。老强，你丐帮的那些兄弟还找得到吗？找是能找，不知老爷需要多少人？越多越好。要这么多人？老爷，咱们这是要造反吗？不是造反，我只是想打造一个没有饥饿也没有恐慌的安身之所。说着，阿道看向院子里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子，她们虽然吃饱了，山贼也解决了，但她们还是怕山贼还会再来，也怕再次回到当流氓的日子。明白了，明天我就让大强和小强去找以前的兄弟。老爷放心，有我在，那些山贼来多少，我嘎多少。老强，接下来王家村的风浪会很大，我们要面对的或许不只是山贼。老爷，风浪越大，雨越贵。晚上，阿道睡得正香，房门突然敲响。开门一看，是小娥俏生生的站在门口。小娥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你找我干嘛？此时的小娥洗得白白净净，竟显得格外好看。老爷，能不能让我进去说？好吧。于是阿道让小娥进了屋。一进屋，小娥就准备宽衣解带，阿道连忙阻止。小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小娥给老爷侍寝。小娥的脸红得像个苹果，明显也没什么经验。老爷给小娥饭吃，小娥伺候老爷也是应该的。说着，小娥又要去解扣子，阿道连忙把她的小手按住。真的不必如此。老爷嫌弃我？不是嫌弃你，而是这种事情应该慢慢来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们相互了解一下再说嘛。就在这时，房门又被人敲响。老爷睡了吗？不是说古代女子都很保守的吗？怎么一个个都大半夜跑来敲她的门？阿道表示很疑惑。睡倒是没睡，只不过……阿道刚想说这屋里还有人，一回头，小娥已经不见了，此时已经来到床底。老爷，我先躲一躲。这算不算保守？事关女子名节，阿道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就任由小娥躲床底下了，然后转身开门。清河见过老爷。顾清河本是富贵之家，谁知家道中落，又遭到悍匪洗劫，逃亡途中与家人失散，才当了流民。清河姑娘深夜造访，所谓何事？方不方便进屋说话？阿道刚想说不方便，顾清河却是一猫身子钻了进去。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，不知老爷是否也睡不着觉？我睡得着。那就让清河来伺候老爷，让老爷睡得再安稳些。呸，不要脸！真的不必如此。公子睡了吗？还来？
老爷，我先去躲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！阿道开门之后，发现来人是小翠。小翠的想法很简单，想要在这里安稳的活下去，肯定要跟王公子拉近关系。公主是千金之躯，所以这种事就只能我来做了。小翠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为什么要说也？公子，我们进屋再说。公子，小翠虽没有什么好的出身，但也算是锦衣玉食，而且比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更会伺候人。今日以诚相待，望公子日后莫要负我。呸！不要脸！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希望公子能多加照顾一下我家小姐。你都这么讲义气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公子休息了吗？是小姐，公子，我先去躲一下，不能让小姐知道我来过这里。都可以凑一桌麻将了。赵姑娘，白天就跟你解释过了，为什么晚上还来？我只是在想，公子是不是白天的时候不好意思，或许晚上会……说到底还是不相信我的为人。不是的，我相信公子为人正直，乃是君子。只不过在这乱世之中，像我这样的弱女子，若没有依靠，真的很难生存。所谓无功不受禄，若不为公子做点什么，我心里不踏实。呸！不要脸！你们骂谁？再骂一遍试试。就骂不要脸。有老鼠。没错，都是大老鼠。大半夜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那公子，我先回避一下。小姐，他们两个欺负我。老爷，长夜漫漫无。有完没完了？老强，你也是来侍寝的？老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高启强乃英雄好汉，钢铁直男，得加钱。那我走。老爷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要不我先走。屋内的气氛尴尬到了极点，四个女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不，强大爷您误会了，我们是来帮老爷抓老鼠的。对，好大的老鼠。都别说了，时辰不早了，你们都先回去休息。等一下，赵姑娘，你留下，我有正事要与你谈。老强，让你见笑了，不过事先误会。你深夜前来，可是有要事？回老爷，正甚。大强和小强已经传回消息，我们丐帮失散的兄弟联络上了200多人，他们听说老爷这里有饭吃，都愿意前来投靠。好，太好了，人手正是我最缺的东西。老强，你立刻去安排，让兄弟们分批过来，不要引人注目。过来之后，一部分人由你带着，就在村子东边伐木建造新房，有多少人就建多少房，我们要做好准备。明白。另外，从里面挑选20个身手最好、最机灵的，明天一早跟我进山，我们有更重要的猎物要抓。是，老爷。赵姑娘，公子请讲。阿道看着赵明月，他知道眼前这个女人曾是公主，她的见识和管理能力是这群人里最出色的。要打造一个安身之所，光有武力是远远不够的。我之所以急着扩充人手、建造房屋，是因为我们即将面临一场巨大的危机。我的消息来源告诉我，今年冬天会有一场100年不遇的特大雪灾，到那时大雪封山，滴水成冰，没有足够的衣物和储备，我们所有人都会被冻死饿死。雪灾，公子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所以我需要你来做我们这个团队的大总管，负责所有内务。第一，立刻组织村里所有的女人，收集一切可以用来织布的东西，麻、葛藤，什么都行。我们要赶在入冬前，为每个人都准备好厚实的冬衣。第二，我会拨给你一批肉干，你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去最近的集市，用肉换粮食。更重要的是换取种子，尤其是棉花种子，那是最好的御寒材料。第三，随着人越来越多，村子需要重新规划，哪里是居住区，哪里是养殖区，哪里是工房区。我需要你拿出一份详细的方案来。阿道一连串的指令，清晰而有力，让赵明月从震惊中回过神来。他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他不仅有着神秘的能力，更有着远超常人的远见和魄力。那一瞬间，他心中所有的不安和彷徨都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前所未有的斗志。公子信赖，明月定不辱命。窗外月光洒下，照亮了两人坚毅的脸庞，一个团队的雏形。在这一夜，正式确立了核心的文武架构。天色刚蒙蒙亮，
新的一天开始了，王家村不再是往日的死寂，而是充满了勃勃生机。200多名丐帮兄弟的到来，让这个小小的村落瞬间热闹了起来。弟兄们，今天叫大家来，是要进山办一件大事。这事有危险，但办成了，我们整个冬天就再无后顾之忧。此物名为千里眼。大强，你用它看看东边那座山头。你看到啥了？一惊一乍的。我看到了山顶那棵歪脖子树，树上的鸟窝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神了，真是千里眼啊！这个是我们的新式武器，它射出的不是毒针，而是麻醉针，能让最凶猛的野兽瞬间昏睡过去，无声无息。看着这些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神兵利器，所有人对阿道的敬仰已经如同滔滔江水。他们坚信，跟着这位神秘的老爷，一定能活下去，而且能活得很好。都听明白了，有这些宝贝相助，你们只要听指挥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。出发。是，老爷。干嘛的？要换取笔触？没看我这正烦着呢。老板，我们不做买卖，只换东西。这都是上好的风干羊肉。我们想用这些肉换你们店里所有的米粮布匹，还有棉花种子。坏，姑娘，明里面情，什么都好说。在这灾荒之年，肉比金子还贵。赵明月凭借着充足的硬通力和他与生俱来的气度与谈吐，很快就以极高的效率换取了足够数百人吃上1个月的粮食，以及大量的布匹和一批极为珍贵的棉花种子。怪了，这年头哪来的一群女人能拿出这么多上好的肉干？员外，许是哪家大户的存货吧？哼，这方圆百里的大户，哪家还有余粮？我能不知道？看他们的穿着打扮，根本不像什么大户人家。倒是那个领头的女子，气质不凡，不像是普通村妇。还有那些肉，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。派2个机灵点的人悄悄跟上去。是，员外。赵姐姐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，不但懂那么多，还那么会跟人说话。要不是您，我们肯定换不来这么多粮食和种子。大家一起的功劳，我们快走吧。小姐，您刚才和那老板说话的样子，真像以前在宫里。曾身处宫廷的赵明月对危险有着超乎常人的直觉，他隐隐感觉到，从离开集市开始，就一直有2道不怀好意的目光，像饿狼一样跟在他们身后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加快脚步，天黑前必须赶回村子。众人立刻加快了步伐，气氛变得紧张起来。一场未知的危机正在悄悄降临。阿道带着队伍深入了从未有人踏足过的深山腹地，这里古木参天，瘴气弥漫，寻常猎户根本不敢靠近。然而阿道却胸有成竹。老爷，这地方邪门得很，连鸟叫声都听不到，真的有大家伙吗？不但有，而且还是一大窝，就在前面那片山谷里。老爷是怎么知道的？这当然是系统的功劳，但也是阿道的秘密，自然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正想着怎么敷衍一下小强，老强踢了小强一脚。问那么多干嘛？老爷神机妙算，听老爷吩咐就对了。好吧，那就按计划行动吧。是。在阿道的安排下，老强和大强负责驱赶，他自己则带着小强守在出口处埋伏。看着阿道精心布置的那些陷阱，小强崇拜道：老爷，您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这下那群野猪可真是插翅难飞了。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抓活的呢？活的价值比死的更大，我们需要的不是一顿肉，而是一颗可以开花结果的种子。这时，山谷深处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，由远及近。林中传来一阵骚动，地面开始微微震动。来了！一群大大小小的野猪惊慌失措地从密林中冲出，朝着唯一的出口狂奔而来。领队的是一头体型异常硕大的野猪王。突然，那头野猪王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，竟硬生生停下了脚步。他似乎嗅到了危险的气息。我的天，姥姥！好的，这畜生成精了！野猪王没有冲向陷阱，而是猛地一转头，朝着侧面老强队伍的方向冲了过去。老强脸色大变，对身边的人大吼：“散开，快散开！”哼！
野猪王倒下，剩下的野猪群龙无首，顿时乱作一团，大部分都冲进了捕兽网中，被牢牢困住。倒了，真的倒了！老爷，您是神仙下凡吧？如此凶兽，竟被老爷一招制服，我高启强服了。别光顾着高兴，把大的绑好，这些小的一个都不能伤到，他们才是我们这次真正的宝贝。夕阳下，队伍抬着沉睡的野猪王，驱赶着10几头活蹦乱跳的小猪仔，浩浩荡荡地向王家村走去。他们带回去的不仅是丰盛的食物，更是未来的希望。